关于今年苹果的秋季发布会，相信大家已经听了不少的传言了，有说 iPad 的，有说 MacBook 的，也有说 Apple Watch 的，当然最引人瞩目的还是 iPhone。那到底在这些传言中有多少已经是可以确定的呢？我是小天，欢迎回来。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这段时间我为大家整理的所有全网关于这场还有几周就要举办的苹果发布会的所有信息。首先是关于发布会的具体时间。那去年由于疫情的影响，不仅仅是让苹果把所有的发布会都转到了线上进行，也让他们在 iPhone 12的发布时间上比往常推迟了1个月，到了10月份。那今年根据可靠机构的多份报告指出，这一次的发布时间还是会恢复到9月。以往呢，苹果通常倾向于是在周二举办这些发布会。苹果这么做的原因呢，是为了让观众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到加州去参加发布会。那尽管现在发布会都变成了线上，但是苹果还是倾向于保留这一个传统。那了解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对于今年苹果发布会的时间做一些比较可靠的猜测。今年9月星期二分别是在7号、14号、21号和28号。那根据苹果喜欢把发布会放在月中举办的惯例，我们可以合理的猜测，苹果这一次的秋季发布会非常有可能是在9月14号的星期二举办。虽然这些在苹果正式发出他们的邀请之前都是猜测，但苹果是一个坚持严格的公司，特别是涉及到这些活动安排时，这些基于以往惯例来预测的时间基本上都已经验证是正确的。那既然日期已经定了，那我们在发布会上可以期待哪些新产品呢？首当其冲并且最确定会在发布会上出现的自然是 iPhone 13。关于 iPhone 13的预测，我之前做了一份关于全网资料的总结，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下方的链接去观看。那我在这里说一说所有已经确定的消息。根据7月份的一份供应链报告，苹果对于下一代 iPhone 的命名还是将使用 iPhone 13，而不是 iPhone 12S。iPhone 13还是继续会有4款机型，包括 mini、普通的13、13 Pro 以及13 Pro Max。那这次 iPhone 13获得的最大的一个升级，其实还是它的相机系统。传感器移位稳定功能这次将扩展到整个 iPhone 系列。高端的 iPhone Pro 系列将会获得一个升级的超宽镜头，它将拥有一个 f1.8 的光圈，比目前使用的 f2.4 的光圈可以进入更多的光线，以提高相机在许多暗光情况下的表现。针对一些专业摄影师和专业用户， iPhone 13 Pro 和 Pro Max 也将在摄影情况下提供人像模式。屏幕方面，至少2款 Pro 机型将使用 OLED 屏幕，并且采用低功耗的 LTPO 背板技术，以此呢来降低功耗，实现120赫兹的刷新率。根据消息，三星早已在2021年的5月份就已经开始为苹果生产 LTPO 的 OLED 屏幕。那这一次 iPhone 13的屏幕也将实现屏幕常亮技术。这一技术可以使用户在锁屏的情况下，依然从屏幕上读到一些天气啊、时间或者消息等等的信息。性能方面，依照惯例，苹果将为 iPhone 用上 A15 的芯片。那这一次 A15 芯片还是照例由台积电制造。那在2021年的5月份，台积电已经开始为苹果开始生产 A15 芯片。那苹果这一次也是为了新的 iPhone 向台积电订购了1亿颗芯片。iPhone 13这一次在电池寿命上将得到很大的改善，这一是因为4款机型分别都用上了更大的电池，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 A15 在功耗上更好的控制。在充电速度上， iPhone 13这次将支持25瓦的电源适配器。接着比较确定会发布的产品就是 Apple Watch 7，但是这一次的升级可能会令广大用户稍微有些失望了，因为它的升级幅度并不会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最大的一个变化可能是外观了，这一次 Apple Watch 7将采用和 iPhone 12类似的平边设计，以及更窄的屏幕边框，这也意味着 Apple Watch 的屏幕很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块。这次也将是从2015年 Apple Watch 发布以来第一次在设计语言上得到了改变。那和 iPhone 13类似， Apple Watch 7这一次也会改善电池寿命。接下来很大概率会和 iPhone 13一起发布的就是第3代的 AirPods。第3代 AirPods 将是2019年3月以来对 AirPods 这个产品的首次更新。当时它获得了无线充电支持 Hey Siri， 并改进了内部结构。那这一次与2019年的小更新相比，这次它将采用全新的设计语言，会从更高级的 AirPods Pro
中吸取设计灵感。AirPods 3将有较短的手柄和硅胶耳塞，至于外壳和上一代相比，它将会使用更宽的外壳。从外形上看起来会和 AirPods Pro 更为一致。以上就是今年9月份发布会基本确定的新产品。可能有人会问，你这不对啊，你怎么完全没有提 iPad 和 MacBook Pro 呢？这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年苹果在11月份的发布会单独发布了他们首颗自研发的 M1 芯片，以及配备了 M1 芯片的13英寸 MacBook Pro、MacBook Air 和 Mac Mini。那在今年，苹果还是极有可能遵循类似的时间线，把iPhone 和 Apple Watch 与 MacBook Pro 的发布给分开来。所有可靠的报告都表明 MacBook Pro 更有可能是在10月份发布。同样的，关于 iPad， 无论是入门版的 iPad 9还是 iPad mini 6，都更有可能在今年的年底前发布。至于是和 MacBook Pro 一起还是分开发布，目前还是没有可靠的消息。关于这两个产品，现在收集到了更多的信息之后，我会整理出另外一个视频和大家分享。2021年秋季发布会还有别的期待吗？简而言之，应该是没有了。尽管之前有很多传言在说苹果将发布更大屏幕的 M1 芯片的 iMac， 毕竟今年上半年只发布了24英寸的 iMac， 让很多希望有大屏 iMac 的用户都在持币观望。但现在的消息是，更大尺寸的 iMac 将在2022年才会发布。另外，苹果也在重新开发设计 Mac Mini、Mac Pro 和 MacBook Air。不过这些产品也都是预计2022年才会和我们见面。但是无论今年9月份苹果会发布什么样的新产品，我都已经能够想象9月份一过，我的钱包会是什么样子了。我会在频道更新苹果和各类电子产品的相关新闻和使用体验。如果你想第一时间获得消息，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点个赞，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最希望在今年的秋季发布会见到什么苹果产品。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